漫威夜魔侠重生大结局最精彩的一集，惩罚者与夜魔侠组队险些反抗金兵的战争。提示：本集极度血腥。故事结束上集，由于马律师替金兵挡下了拔眼致命的一枪，让整个故事的思绪再次回到了1年前。由于金兵的消失，一直以来都由其妻子瓦内莎掌控红沟区的地下生意，而福吉代理的一个变护案件，很可能就将揭开某些黑幕，让他被迫联系了狱中接受精神治疗毫无生气的拔眼。眼下，对方只需要将福吉谋杀，便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这才有了本剧开场福吉的惨死。视角回到现在，昨晚舞会上与瓦内莎的直接接触，让重伤的马律师坚信一定是1年前福吉的暗线招致了对方的追杀，这让他有了即刻找到当年卷宗证据的渴求。同样激起欲望的还有金兵，对他来说，福杰的死不仅收获了夫妻2人与鸿沟的生意，更是给了市长身份的他彻底做大的机会。眼下只需要继续扮演市长意志，大力推进反疫情法案，就能彻底封锁纽约，实施独裁。而对于拯救了自己的马律师，明显一个死着的英雄比一个活着的义警要好上1000倍。随即他派遣巴克帮助自己谋杀对方。医院，马律师听到了杀手步步紧逼的脚步，但突然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停电让整个纽约都陷入停摆，而马律师也趁机逃走，躲过一劫。没错，大停电本身就是金兵为了夺权实施的极端措施的一环，而下一步便是内部大清洗。他逼迫幕僚希拉供出所有不忠于自己的成员，毕竟眼下自己坐拥大批暴力无比的黑警部队，以及无数政府成员暗藏的残酷证据。一围之下，他只能供出一直忠心职责反抗金兵的纽约局局长，并提交了他计划推翻金兵的录音。Well, there's no way I can go with you. If you need me to put in a word, you got it. 黑夜的另一边，马特回到了住所，却发现惩罚者早已恭候多时。根据某个神秘人的请求，法术前来帮助马特抵抗即将到来的黑警袭击。毕竟医院的暗杀失败，金兵就只能采取强攻，一场极度血腥的大战就此展开。惩罚者枪枪致命，根本不听马特的搏杀请求，他的每一刀都饱含着其对命运的怒吼，直至最后一人的幸存。但地面标着骷髅标的子弹，明示了对方就是杀害白勇的凶手。惩罚者要求夜魔侠突破不杀原则复仇，不出意外的否决后，发出鞭尸提示对方，两人已经走得太远，必须要迈出多米一步。Get in front of a bull for this piece of shit too? You know what you do now, hero? He's not worth it. How about him? He worth it? How about that, huh? What is wrong with you? You can't help yourself, can you? Goddamn hands off me! Goddamn liability every time. Good for you, What is wrong with you? Shut up! 但突然，一颗手雷的声音让夜魔侠强制带着惩罚者跳下高楼，躲过一劫。此刻，马特·默多克已经在现实中死亡。一辆轿车缓缓开进，谜底揭晓，是凯伦请求的法术帮助马特躲过追杀。地下室，两人缝合伤口，但咚咚的心跳明示凯伦与法术产生了感情，所以对方才会同意出动。告知凯伦父亲死亡的推测，两人便即刻动身前去寻找推翻金兵的关键证据。You coming, Frank? Got shit to do. I don't believe you don't care. Take care. You asked me for a favor. I did it. Thank you. 而陷入黑暗的纽约，此刻已经沦为罪犯的天堂，打劫、偷窃，甚至就连黑警伪杀人都可脱逃。It's just a kid. It's the mass vigilante. 另一边，警长被金兵下手强制带进了某个暗房，在大批黑警的围观下，一个有关背叛的惩戒警告便在金兵的残忍行刑中上演。深深捏爆警长头颅，暴力让众人彻底臣服。Any questions? Good. 出事，夜魔侠确认了凯伦与惩罚者的暧昧，对过往的回忆，两人的关系也逐渐升温。终于，他们找到了夫妻掌握的证据。原来，红沟区一直是自由港，不受任何政府监管。 Holy crap, it's a free port. Exempt from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 for that matter. She could launder money legally. Right. Now our mayor is building a new complex there. This charter would make it untouchable. Gambling, smuggling, you name it. All of it legal. Oh, he had no idea what he stumbled into. He just thought it was a
truck robbery. 城市的暴乱还在继续，惩罚者借无线电听到了反刑小队即将强攻自己的信息，随即主动出击。角落终于已经压于惩罚者的出现，内心的崇拜让他们不敢使用致命武器，只为活捉对方。意识恢复，一群身披骷髅标的黑警出现于自己眼前。出于崇拜，大家都渴求接纳法叔成为小队一员，但内心满是悲苦的法叔只把他们当做一群小丑。挑衅下的拒绝换来的是再次的暴揍，而这段时间也确实争取到了夜幕侠与凯伦对红沟区禁病流警务资源大肆扩展黑道生意的探测。显然，面对拥有政府、法院、警局等资源的金并，眼下的单枪匹马注定是死路一条。推翻对方，必须要从长计议。 We need an army. 事件来的早上，电力终于恢复。市长兼并发表电视演讲，表明了城市的危机，并宣布了反疫情法案以及宵禁的即刻实施。毕竟，内部肃清以及对警力的掌控，让他彻底成为了法律本身。 New York City is under martial law, the rule of law restored. We can go back to our pursuit of life. Never forget. I love New York. 马特一边团聚了一群反对金并的力量，准备反击，而眼下大获全胜的金并则踏步地牢边，无数被关押的狱警与妻子瓦内莎共进晚餐。菜单：被关押的惩罚者尝试与迷离警员搭讪，竟然成功将其手臂掰断，逃出升天。第一季结束。本季非常精彩，故事重新回到了夜幕侠该有的基调。下一季，夜幕侠将发动对金并的全面反击，一场城市级别的认真即将打响。下集分享：夜幕侠重生，隐藏菜单。